Hello，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聊一下东京的这个消费水平。然后我一边化妆，一边做家务，一边跟大家来聊一下。把孩子都送到幼儿园了，然后赶紧自己也化妆，然后开始一天的这个工作。我最近喜欢用这个画眼影的东西来画眉毛，我觉得效果挺好的，颜色还挺自然。好啦，言归正传，我们来说一下东京的这个消费水平。现在呢，我们假定这么一个环境就是有一家三口，然后有一个小孩是假设说刚工作个4-5年这种情况下吧他的这个消费水平。那在日本东京生活的话，我们假定他生活的地段还不是说特别繁华的那种，那他的住房一家三口怎么的也得要80平左右的房子吧然后房租呢，大概一般都是12万到14万日元左右。如果你离郊区更近一些，可能会更便宜一些。然后我们就按平均水平来算它个12万日元。接着是吃的方面呢，有的人比较节俭，可能是4-5万日元就够了。但是一家三口，你考虑到孩子的这个健康就比如说我们家吧，我们家可能就是要这个7-8万左右的这个吃的，因为有孩子嘛，你要保证这个水果和蔬菜的充足，然后鱼还有这个海鲜方面的、肉方面的，这个加起来可能就是7-8万日元。然后我们家就从一个网站上叫那个生协，在日本算是挺有名的，我们从那里边订那个蔬菜和肉，然后大米，然后它定期每个星期三都会送到家里来，也挺方便的。然后不够的呢，我们再会去外边买。所以这个吃方面嘛，我们就按平均水平7万日元来算吧。其实有的时候还是不够的因为你要再额外买一些那个什么生鱼片和牛烤肉什么的，这个可能就比较贵了，因为一顿饭你可能就要花个1万日元左右我们就是按那个正常比较节俭的，然后那个普通的平均水平来算，就是吃给它算是一个月7万日元。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这个穿的方面。其实穿呢，可能是你就主要是换季，比方说春夏秋冬这个4个季节换季的时候，这个花费是比较大的。然后孩子幼儿园的服装然后还有如果公司上班的话，你也要穿一些正式的西装这些我们就按平均。因为有的月你不是每个月都要出去买衣服或者是买那个新鞋什么的所以我们就平均下来一个月就按2万块钱来算。当然这个不算其他的奢侈品，比方说包或者是什么其他奢侈品，就是正常普通换季的这种正常普通平常用的这个衣服就按2万块钱来算。接下来说一下日用品的消费，比如说洗洁精、沐浴露、洗发膏，还有这个装垃圾的塑料袋都需要自己买的。然后我用的面膜等等，我们都算在日用品这个范围内。然后每个月大概消费是2万日元左右吧。化妆品方面是比较费的一项消费就按平均每个月来说1万日元的消费来计算。其他有保险按每个月2万日元来算，然后水电煤气费按1.5万日元来算。其实在日本的7-8月份和冬天的1-2月份，这个时候是最费电费的。其实如果我们家的话，我们家的电费其实挺费的，这4个月可能有的时候1个月的电费就要2万日元。然后我们就是1年4季平均下来呢，就按这个平均水平1.5万日元来计算。家里的这个网费加手机费，2个人的手机费加起来可能是需要1万日元左右。我有的时候是挺费的这个手机我记得有1个月光手机费就是1.5万日元。但是我们按平均水平来算，就是上网加手机费就是1万日元。然后其他的还有比方说这个娱乐活动，比方说你去这个摘个樱桃吃
这些都是需要门票的，对吧？你比方说你去那个游泳馆玩一下，这个都是需要门票的。我们就按每个月来1.5万日元的消费水平来计算吧，就是文娱方面1.5万日元。还有孩子的教育方面，可能要买一些书啊，然后还有玩具，这都属于教育类，对吧？因为现在孩子比较小的阶段嘛，然后就是书、玩具，还有一些兴趣班这样的，可能要花费比较多一些，就按那个每个月3万日元来计算。最后一项的花费就是理发。我们家那3位人，比方说我们家那3个都是我给理发，然后我呢就是需要到理发店去理发，然后女生的理发也比较贵，有的时候你再烫一下可能就是1万多日元。然后我现在呢剪了短发，因为比较方便嘛，打理上是比较方便了，就是比较花钱，所以这个我们按每个月是4000日元来计算。当然如果要是那个长发又特别爱美的，可能就会更贵一些哈，可能你再去好一点的理发店就是2万多日元这样我们就是按平均水平来计算，每个月4000日元来计算。这个加起来就是33.4万日元，算成人民币按汇率6.1来计算，就是2万人民币左右。这个30岁左右的阶层的人哈，基本上消费水平是在这个左右。当然，有的人他这个在吃的方面比较贵，有可能是更多一些，有可能是10万左右，那你就要再加个3万日元，就是36万日元左右。然后你等那个孩子再大一些，上小学啊，就要上那个课后补习班，中学也更是有课后补习班。那个日本都流行那个私塾哈，就是下课之后3点就放学了，放学之后再到私塾去补课，那个补课费也是很贵的。然后上大学之后呢，主要贵的就是学费了，是1年。公立学校的话大概是60多万日元左右，私立的可能就是100多万。然后有的是，比方说美国的外国的学校在日本建立的分校，那个的学费可能就更贵一些，可能是一年是150万到200万日元左右这个样子。所以孩子就是长大以后最贵的这部分就是学费。这方面比较贵，当然他长大了之后，又是孩子他自己也可以稍微打零工，在日本这个打工赚的也不少啊。比如说你去便利店打工，1个小时也是1000日元左右，你如果一天按2个小时来计算，2000日元，对吧？不能说1个月每天都去，假设1个月说按那个20天或者15天20天来计算，那你1个月也是能赚到4万日元。就是孩子的零花钱自己可以解决了。那你如果孩子可以到大学，可以到公司去实习的话，可能就赚得更多一点。公司呢，有的这个实习的时候工资有的也是1000日元，有的好的公司呢就是1500到2000日元，这个是比较个别的情况。但是你这样实习的话，比方说1个月去个2-3天。你1个月下来就可能赚个8到10万日元，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啊。我现在正在给孩子缝一个裤兜，因为他们幼儿园都要求就是每天洗完手之后，你要自己拿一个手帕来擦手。然后有的时候买的这个裤子，你看它就是没有兜，如果扔了就比较浪费。除了上幼儿园之外，其实就周六周日能带出去玩，穿这个裤子的时候也比较少，扔了比较浪费，我就给它缝一个兜。还是得节约用钱呐，不然你想，就是1个月30多万日元的消费的话，其实我们的工资水平也攒不了多少钱。等到孩子大了之后上大学，一下子突然间，比方说特别是我们家一下子2个孩子，然后你这学费一个就是100多万日元，连着2个，就是1年你必须得给预备好200多万日元的学费啊。然后大学4年就是8000，差不多你必须得预留出来1000万，
这个学费你都得给攒好啊。然后还有高中啊，你参加这个 club 的时候要有一些活动，这个那个经费呀，你都得给留好。对呀，你像养儿子的话，这个儿子将来结婚，你还需要就是他如果要买房子的话，我们可能还要帮助一下，对吧？虽然说在日本这个不是必须的，就是在日本他都是那个夫妻俩就是都是刚开始租房子开始住的这种情况下比较多，就是自己先租房子，然后攒钱，攒到钱之后了，自己慢慢的那个首付，然后这个买房子哈，这种形式。但是我觉得呢，还是得预留一部分。你说万一这个孩子将来他就混得不好了，也不能看着他就结不了婚什么的哈，还是得援助一下。但是可以先不告诉他，就是我说我们家里没有这个钱，你要自己努力的奋斗，但是还是要先提前预留一小部分。马上就缝好了。然后他这个平时就都自己早晨上学之前会准备好自己用的东西，然后把手帕装在这个小兜里。好啦，来给大家展示一下我缝的小裤兜，看看怎么样？来点掌声吧！就是这样的哈，小手绢给它装进去。然后换个衣服就去幼儿园接孩子回家了，大概每天3点半左右就去把孩子接下来。接下来之后做个晚饭，然后你看又开始做家务，家务一大堆一大堆的。这个是孩子的这个裤子吧，它漏个洞，但是他孩子还是比较喜欢，所以我就买这种，就是有一个那个卡通图像哈，贴在这就是这种卡通图，但是它带这种粘性。然后你再放上面用这个熨斗给它加热的话，它就会贴在那个衣服上，然后就把那个洞给它修好了，就是我觉得是很巧妙的一种方法，然后裤子也变得比较可爱了。主要是孩子他自己也不舍得扔这个裤子，然后就觉得这个裤子可能穿着比较舒适了，然后小孩到处乱跑嘛，他就裤子磕的左一个洞右一个洞的啊，你看就是这样的，弄好了就是这样的效果。然后我女儿她比较喜欢那个 Rapunzel 和那个 Mini， 然后下边裤腿的地方买了一些小花。这是我儿子的裤子，这个是就是他给他弄一个标记。这是我今天弄的晚餐，给大家晒一下，就是炸的鸡块和这个沙拉。我几乎每天都做这个沙拉，就是用一些青菜给它弄到一起。觉得对身体比较好，不容易长胖吧。孩子是比较喜欢吃披萨，然后就给他订了一块外卖。吃完饭休息一会儿，跟儿子放洗澡水，这个我儿子在里边放这个浴盐，然后它就会变成绿色的。哈哈哈，这个是给我儿子洗头发，好可爱吧。然后他每天都喜欢用这个头发弄这种各种把头发立起来那种炸乎乎的造型。好啦，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我们洗个澡也要睡觉啦，晚安。